是郑生，就是大学的时候想找一个爱好嘛，然后当时是想玩数码，然后觉得胶片过渡一下，然后就再也没有拍数码，我就一直玩胶片了。当时拍胶片的时候就想弄一个暗房，然后但是一直没有机会，然后搬到上海来之后，刚好也有朋友跟我一起弄，然后就做了一个暗房。我拍数码就像玩手机，你会一直忍不住去看。拍胶片，你很多时候拍了什么东西你忘记了，但是等你想到的时候，然后你再去做，它就是有一个时间跨度，你就不会一直反复去想这些事情。我觉得这是拍胶片对我最大的东西。哪怕就是你今天有想拍的东西，明天想看，它也需要一个时间，需要一个等待的过程。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吧。我不是说喜欢这个过程，我觉得这个能让我就是感觉到舒适一点吧。如果拍数码的话，我真的就会像玩手机一样不停的去玩。我感觉就被控制了，但拍胶片感觉是我有控制画面的感觉，拍数码是画面在控制我。我觉得实际上我觉得都没有对错吧，包括翻拍也好，扫描也好嘛，只是让这个介质有更好的呈现嘛。但是彩色负片就是为暗房而生的，以前的照片就是放大的嘛。那我觉得这种传统一点。也更好玩一点吧。包括我觉得就是能让胶片更真实的还原吧。我觉得这是玩暗房的意义。然后包括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照片，他们是用暗房的形式呈现，只不过落到纸上可能也会有扫描或者也有翻拍相纸这种类似的吧。我觉得，但我觉得暗房很好玩，而且至少能让你更尊重你的胶片，因为你如果冲洗不好或者是拍照不好。暗房是不能像 PS 一样那么夸张，但虽然暗房也是 PS， 但是暗房不能像 PS 一样，就是能直接改变更多吧，就是也让你更尊重你的画面吧。就是放自己的照片或者放客人很好的片子，你会很有成就感嘛。毕竟它也是一个过程，就是你把照片做出来了。我还是就很开放，我不会说就是胶片就是一定要是暗房或者什么的，我只是说，我希望我拍的东西能以一个我觉得好的方式，就是完成它的闭环。就是可能别人觉得好的方式就是进 PS 进 Capture One， 但是我觉得我的照片，我希望我拍的照片可以在暗房里做出来。而且我觉得跟微喷出来就是那种感觉也不一样，就是因为我也微喷做过照片嘛，其实也很累，就是校色其实也是很辛苦的，但是它的就是风格不一样，就是我觉得暗房真的会让人更着迷，因为它是密闭的空间，它已经把你的感官还有这个时间限制住了，你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做同一件事情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你控制你的照片的一个方面吧。啊，有的就定时器在动啊，但是你放多了你就会麻木了，你就赶紧快一点吧。如果你一天发20-30张照片的话，也感觉还是在工作，但就是如果你放自己的照片，我觉得感觉会非常好。就是这两台机器是我特别喜欢的嘛，因为是 DVR 的嘛。大家都知道 DVR 是现在在2000年之后都是国产了嘛，就是国产 DVR 也很棒，但是我就比较追求原汁原味。然后我朋友就是说我神经病嘛，为什么不厂里买一台？厂里买的也很好。那我说我就想要老一点的东西，旧一点的东西。我说不，并不是全新的不好嘛。然后这两台都是，这台是花了很多功夫从英国搞回来的。然后这台是我朋友以前从英国搞了10几台，然后他割爱了一台给我，然后最后一台，对对对，这是彩色，但是聚光是我觉得国内厂里特别厉害，就是常熟 DVI 厂给这个做了一个聚光筒，然后可以让它的反差和锐度更大。这个也是聚光机，黑白的聚光机，这彩色机头，一个黑白机头嘛。哦，就是机头不一样，这里有3个那个滤镜嘛，然后这没有，它只有一个大灯泡，这是大卤素灯。对对对，冲脂机就跟冲卷一样嘛，它也有显影、定影、显影漂定嘛。然后它只要2个缸，然后通过45秒的走脂之后，它就会出来。去年11月开始，然后还有这个水池重新做了2遍，一开始水池做的就小了一点，然后就也不是很好用，然后这水池又重新做了一遍。其实除了房租，应该就是只要把房租解决，暗房最贵的是房嘛。如果你把房租控制在1000到3000，我觉得并不会有压力，因为你设备的损耗也在这里嘛。而且胶片器材大家都知道，你是很有可能挣钱的，对不对？它不像数码，对，你买胶片就是比如说买个 T3，可能过2天你挣了3-4千块钱，
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升值了，因为就是前2年就是传统这个工艺还蛮火的嘛，然后放大机就涨价了，它中间是有废铁价的时候的，但废铁价的时候可能我还在读书啊。传统工艺，但是哎，我可以展示一下我朋友杨哥的铂金，我很喜欢铂金，我一直想跟他学习，然后但是但是我他不是很有空，然后我有收藏他一幅铂金作品，然后这是圆底的，非常好看，然后我一直很想学习，但是他跟我说那个铂金暗房不需要那个。反正不需要这么多东西，然后做铂金好像就是只要定什么清洗就够了，就没有那么麻烦嘛。然后有个 UV 箱这个，UV 的啊，对对，然后好像古典工艺就是没有，就是不需要这么复杂吧。对。然后最近我也在跟那个飘师傅聊天嘛，他说他最近在做那个古典工艺的那个拍照之类的，然后他好像就也用不上放大机之类的啊，对对对，好像也用不上放大机，对。要不就 UV 蓝晒也是用 UV 箱做，对。那其实放大4:5已经很大了，就因为他们拍商业也是6:45为主，然后你接婚礼的订单他们也是135为主，就是不会说拿4:5去拍婚礼，所以他们应该也不太会用到暗房，所以我说暗房也不是说我感觉现在如果传统暗房应该，如果爱好者角度来说应该是蛮尴尬的，可能你玩2次就是没有信心了。对，如果你好好冲的话，你底片信息色彩也很全，你不管是翻拍也好，扫描也好，它也是，就是说你数字化它也是很方便的嘛。我觉得都挺好，但我觉得好的数字化也挺费劲的，也挺费劲的。就是这两个就并没有说孰高孰低，我觉得把数字化弄好的人也非常少。想以后就是多放点好的片子，然后自己也多拍点好的片子。然后也想合作一些就是好的摄影师，因为我朋友给我介绍的一些摄影师，他们就是也确实是真的是刚接触胶片，然后他们想用胶片拍一些好的作品什么的，然后我就想合作，能不能帮他们放一点好的片子之类的，把传统暗房就是稍微宣传一下吧。对，因为不管是 B 站也好，还是小红书也好，就是国内我觉得这两个平台至少很垂直，对吧？至少你就是能碰到很多爱好者，就是把好的这个共识多宣传一下，大家就至少不会说是少走点弯路嘛，或者说大家知道什么，就是知道大概什么是标准的，什么是好的，然后再去调整吧。我觉得商业暗房很多，但我这种就是说实话，商业暗房就肯定是要有空间嘛，比如摄影师得会客啊看看嘛。我这种其实就是怎么说呢，只能算工作间，应该跟商业暗房还是有点远的，因为空间毕竟就这么小，它只够2到3个人进行工作嘛。创作其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你说要达到商业暗房那种看片啊，或者讨论啊，或者是调整啊，我觉得那还是有距离的。如果以后有那个方向的话，可能会考虑换一个大点的暗房，毕竟朋友来也没地方坐，你知道吗？首先我们先选片，然后选你想要放的底片，然后我们装片子，然后把底片装到片夹里面，然后我们再选择一枚镜头，就比如说今天我们放的是4:5，大概我们选择镜头焦段就在135左右，135到150左右。然后我们拿出镜头，拿出镜头板，就跟大画幅一样，它也是没有性别的。这句话是那个赵朱熹老师说的，我印象特别深刻。他以前那个大画幅视频里说那个大画幅镜头是没有性别的，就是没有公母的意思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反正就是装到板子上就能用。OK。然后今天我们用的是一支这个尼康的135。我朋友说这个镜头是 APO， 然后我就特别想买来试一下。APO 的，那应该更犀利一点。实际上现代镜头都很好吧，而且放大镜头的4家也是那个大画幅的4家嘛，就尼康、富士、罗顿、施耐德嘛。然后上好镜头之后，我们上到这个上到这个机器上，然后把光圈调到5.6，我说实话，其实跟大画幅很像。对，很像，逻辑差不多。对，逻辑差不多。
后对焦，然后打开最大光圈对焦，哦，把滤镜打下来，然后它就会投射到底片上，然后我们通过对焦镜对焦，电子对焦镜也好，颗粒对焦镜也好对焦好，对焦好之后呢，我们把关闭，然后我们设定曝光时间，曝光时间就在这里，然后是尺板，然后把底片放在尺板上，然后这有个挡板，然后卡住，然后把挡板放下，然后曝光。然后通过机器先曝光，然后曝光好之后，我们把底片放到冲脂机里面，然后打开冲脂机，然后塞进去，然后过90秒之后，相纸就会从这里到水洗盆，然后水洗盆之后，我们就会看颜色，然后对刚才的底片颜色进行调整，调整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烘干，看着真实颜色。水里的颜色会和在这个烘干后的颜色不同，所以我们一般以烘干后的颜色为准。如果你想快的话，试调打试调的话，可以通过吹风机啊，或者是别的方式让它快速烘干，然后来判定这个试调的颜色。大概就是这么个流程。